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男性容易被前列腺炎缠上。其实这和不好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有关。如果想要保护前列腺，3种食物最好别贪吃。1. 生冷食物。天气呢越来越暖和了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喝一些凉啤酒凉饮料或者是凉拌的食物。生冷食物不仅对肠胃健康不利，还容易刺激前列腺收缩，导致前列腺炎症加重，所以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。2. 辛辣刺激食物。很多人呢喜欢吃火锅、麻辣烫等辛辣刺激食物，这类食物呢容易引起血管扩张、前列腺充血，诱发炎症，所以为了前列腺健康，男性朋友还是少吃为妙。3. 酒类。现在的男性都喜欢喝点小酒，俗话说小酒怡情，大酒伤身。如果长期大量饮酒，不仅会刺激膀胱，也容易导致前列腺炎症，对男性健康不利。所以上面这3种食物，男性朋友就尽量不要吃了，这样前列腺也会感谢你。不过大家呢可以经常的吃点蒲公英根、苦瓜、洋葱等食物，对前列腺健康有帮助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女性手脚总是冰凉，比别人怕冷，其实这可能是体寒引起的。体寒还容易导致女性痛经、月经不调等，使人衰老加速。所以呢，要注意调理。在我们身上有个暖身穴，体寒的女性不妨常按一按。这个穴位就是关元穴。关元穴在肚脐下3寸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地方。关元穴是男子藏精、女子蓄血的地方，具有理气和血、补益下焦的功效。按摩时可以用大拇指顺时针按揉这里，每次按揉3到5分钟，力度适中，感觉有酸胀为宜。除此之外，也可以热敷这里。那经常按摩关元穴可以帮助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，在一定程度上能调节寒性体质，让你精力源源不断。女性朋友不妨常按摩。肝脏不好是很多男性的困扰，经常熬夜、喝酒、压力大都会影响到肝脏的健康。其实除了这些，男人早起的2个习惯比熬夜还让肝受伤，希望你尽早改正。早上起来不吃早餐。现在很多男性有不吃早餐的习惯，早上不吃早餐会导致体内的血糖过低，同时呢还会给肝脏增加负担，影响肝脏代谢功能，所以不吃早餐对身体的危害很大，建议男性朋友改掉这个坏习惯。早上起来不排泄。有些男性早上为了睡懒觉，即使有尿意也会选择憋着，殊不知这样对肝脏伤害很大。因为憋尿会导致体内堆积毒素，而肝脏又有排毒解毒的作用。如果这样长时间憋尿，会影响到肝脏健康，所以建议男性朋友当有尿意的时候，要及时的进行排泄。养肝如养命，所以生活中要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肝脏，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戒烟戒酒，作息规律，营养保持均衡，这样才能保证好肝脏的。由于现在饮食结构的变化，很多人都习惯吃外卖或者出去吃，这样很容易导致血压高的问题。这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血压，要不然会引发一些并发症，影响身体健康。那想要控制好血压，吃饭时最好能记住这2点，或许会让血压向你低头。第1点，多吃粗粮。虽然现在我们大多数吃的都是细粮，细粮也很好吃，但是对于血压高的人来说，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粗粮。因为粗粮中含有很多的营养元素和粗纤维，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，对血压的平稳有帮助。常见的粗粮呢有小米、玉米、黑米、燕麦、红豆、绿豆等等。第2点，少吃盐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盐吃的太多，就会导致血压升高，所以对于血压高的人，一定要控制好盐含量的摄入，少吃高盐食物。买盐的时候可以选择低钠盐，这样可以延缓血压升高，对健康有帮助。如果大家吃饭时都能够注意到这2点，或许就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，避免高血压出现，对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好的。如果男女在洗澡的时候会发现自己下面的毛有脱落的情况，那有的人呢会有疑问了，这是正常的情况吗？或许和2个原因有关。第1个，内分泌紊乱引起的。现在的人由于不好的饮食和作息习惯，很多人都存在内分泌紊乱的情况。
如果内分泌出现异常，那么就会影响体内的激素分泌，这时可能就会出现下面毛脱落的情况。这时呢，大家需要好好的调理。第二个，营养物质缺乏引起的。不管男女，毛发会吸取身体中的一些营养物质，如果出现营养物质不足的情况，那么毛发就可能会脱落。若长时间出现毛发脱落的情况，就要注意调理了，平时多注意补充营养，饮食也要特别注意。所以下面毛如果出现脱落，大家呀要小心上面的这2个危害，建议大家最好及时进行检查，这样也可以尽快的调理，以免给身体造成更严重的伤害。说多喝水对身体好，但喝水的时间是有讲究的，多喝水不如会喝水。一天中最适合喝水的4个时间，堪称长寿水，看看你喝对了吗？第一个，起夜的时候喝1杯水。很多人觉比较浅，所以晚上会有起夜的习惯，这时不妨喝上1杯温开水，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稀释血液，对心脏和血管有保护作用。第二个，睡觉前喝1杯水。睡觉前半小时可以喝1杯水，对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帮助，而且还能够帮助提高睡眠质量，但是不建议喝太多。第三个，早起后喝1杯水。早上起床后喝1杯温开水，不仅可以帮助身体补充水分，还能稀释血液，对排便有帮助，有利于身体健康。第四个，吃完饭后喝1杯水。吃完饭后半小时喝1杯水，可以帮助减轻肠胃负担，促进肠胃的消化和吸收，还能够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。长寿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，但想要长寿也并不简单。通常寿命长的人身上都会有一些特征，比如下面这2个地方会比较通，你站得越多，或许越容易长寿。血管比较通。血管是我们的重要管道，如果堵塞了，势必会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，想要身体健康长寿，首先要保证血管通畅。平时保护血管要注意饮食，多进行运动，多吃一些可以疏通血管的食物，这样有助血管保持通畅。肠道比较通。俗话说肠道常清，百病不生，虽然有点夸张，但如果肠道通畅，那么就可以减少体内毒素滞留，对健康有帮助，也有利于长寿。如果想要肠道通畅，平时呢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食物，比如新鲜的水果、蔬菜、菌类等，这样能够加快肠道蠕动，有助肠道的健康。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？晨跑时也要注意这3点。跑步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，尤其是晨跑。很多人呢喜欢早上5点钟起床去跑步，那这样真的好吗？早上跑步的最佳时间是几点呢？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早上5点就起来去跑步的，因为这时天还没有完全亮，很容易出现事故，而且呢这个时间的空气也不是很好，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7点到10点左右进行晨跑。而且想要健康的晨跑，还要注意3点，要不然就白跑了。第1点，跑步前做好热身。跑步前热身可以避免身体受伤，建议大家可以先在原地慢跑几分钟，或者做高抬腿的动作，做完之后再进行跑步。第2点，跑步时间要适当。虽然跑步对身体有好处，但也要适量。如果跑步过量，会对膝盖或者是其他关节造成伤害，所以建议大家每次跑30到40分钟，1周跑3次是最好的。第3点，跑步时不要空腹。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不吃东西就去跑步，其实呢不建议大家空腹跑步，因为这样很容易低血糖，所以跑步之前最好适当的吃一些东西，这样有助健康。肠胃负责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所以只有胃部健康，身体才能健康。但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习惯都会损害肠胃健康，那胃不好怎么办呢？多吃秋葵，秋葵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的果胶和糖类的粘液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，经常吃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对肠胃健康有帮助。多吃蜂蜜，胃不好的朋友可以经常喝蜂蜜水，蜂蜜中含有乙酰胆碱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，也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戒暴饮暴食，
暴饮暴食会使胃部扩张，给肠胃增加负担，时间长了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戒饭后马上运动，饭后马上运动会使胃酸分泌增加，给肠胃造成不适，不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也对肠胃健康不利。戒烟酒，烟酒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给肠胃造成刺激，使胃黏膜受到损伤，所以建议大家戒掉烟酒，这样肠胃也会感激你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